很多人想要瘦臉，很多人想要第一件事就是打肉毒啊，或者打消脂針，可是很多人打了覺得臉沒有變小，甚至變得更垂，那這是一種浪費錢的事情。所以今天來跟大家講，在微整形上面如何正確的瘦臉。當然，第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要先診斷。那當然，如果你的問題是骨頭的話，目前沒有任何的方法，微整形的方法可以把你骨頭變小。所以我們今天的重點都是在討論非骨頭之外來瘦臉的方法，怎麼樣不浪費錢？讓我們來把它看下去。身為解剖美學的奠基者，我始終堅持解剖分層為基礎，結構力學來設計，安全優先是原則。因為沒效才是最貴，想做要找專業。第一個主題就是打肉毒。肉毒為什麼可以用來小臉？它的基本原理就是说，我們打肉毒之後，你因為肌肉沒辦法用力，肌肉用力的時候會比較大塊，就像我用力的時候胸部就大。你如果變軟了，它就會變比較小塊。肉毒用來小臉最常用的就是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到它打完以後，臉是很明顯變小，不用削骨就可以用到這樣。它打的就是所謂的咬肌。打肉毒來小臉有幾件事情要注意。首先第一件事，你要知道你的臉大是不是因為咬肌造成的。咬肌的位置在哪裡呢？在我们可以看耳朵的前面，這裡是颧骨這裡是颧骨，這裡是下頜骨，它是在後半段。可以把你的手放在這裡，大概2隻手指放在這裡，牙齒用力咬。如果你用力咬了，它還會鼓起來，所以就會鼓起來。那這一種你就是咬肌造成的臉大，你打肉毒可以小臉沒有問題。咬肌呢，就是我們側面這個地方一個很重要的支撐。如果當你的臉已經開始有鬆弛跟下垂的狀況，你把這個咬肌打小了，那少了一個支撐，它的這個上面的組織就很像是走山一樣，有可能會往前滑落，掉成了變成腿邊肉。本來最方的地方在後面，現在變成是前面變 U 型臉，從國字臉變成 U 型臉。如果你的臉已經有鬆弛跟下垂的狀況，你千萬要注意，你不能只打咬肌，因為打完咬肌會讓你鬆弛跟下垂的狀況可能會變得更嚴重。當它下垂的時候，當它鬆弛的時候，就算你之後肉毒已經失效了，你這個鬆弛跟下垂不一定會回來，有可能會一直都變 U 型臉。我們剛剛這個影片裡面看到說，肉毒用來打咬肌非常有用。可是這裡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在我們的咬肌的表面還有一個構造叫做腮線。我們看一下現在畫面當中這個圖。好，畫面當中這個圖你會發現呢，這個紅色的這個部分是咬肌，但紅色上面有一個紫色的這個區塊，這個叫腮線。這個腮線呢，在我們耳朵前面這個地方，它是用來分泌口水的。那大部分的人腮線沒有很大，但是有一些人呢，他的腮線會長得特別鼓，所以腮線大的人很多人都會誤以為那個是咬肌。怎麼分辨你是腮線大還是咬肌大呢？沒有手摸，如果你用力咬，它會變硬，那是咬肌大。如果你耳朵前面這個地方，你覺得它很大很胖，可是你用力咬，它不會變硬，那代表你的腮線變大。腮線變大怎麼處理？一樣是打肉毒。所以可能就會有患者就會問說，反正都打肉毒，判別是腮線跟判別是咬肌有差嗎？有差的因為打咬肌呢，它要的劑量跟打腮線要的肉毒的劑量是不一樣的。另外腮線這個東西，它打幾次之後它變小，它不太會馬上變大。可是如果你是咬肌的話，你打下去，对，2-3個禮拜的話變小，可是一般5-6個月一定要再補打，不然你咬肌它會慢慢變大。所以腮線跟咬肌都是在耳朵前面，可是它是不一樣的東西。它處理出來的效果也不一樣，所以特別提醒大家，不然有時候很多醫師他甚至會不知道咬肌上面有一個腮線，腮線跟咬肌都在耳朵前面，但是不一樣一定要注意。如果你要小臉，你要學會判斷你是咬肌大還是腮線大，耳朵前面這一塊。那除了這一塊之外，那靠內側這個地方，它不是咬肌，不是腮線，它是什麼呢？我們繼續看下去。第二個大家很常問的就是這裡，噔噔，這是消脂針用來小臉到底有沒有用？
在這個國外的一些研究的 data， 還有就是衛福部核准的這個項目裡面，最主要都是用在脖子、双下巴這個地方，不是那麼贊成用在臉部。第一個問題就是因為消脂針呢，它會溶脂肪沒有錯，可是在一些動物實驗發現它有可能會影響到颜面神經。第二個問題呢，如果我們身體去抽脂，你這個脂肪一下消了很多，或是你本來皮稍微有點鬆，這個時候如果你去抽脂抽太多，你這樣你皮就會收变得很鬆。那消脂針會不會？我遇到很多的客人，他常常跑來就是跟我說要打，就是臉變得更鬆了。消脂針沒有办法有緊實的作用，相反的，你打多很有效，那你臉一定會鬆。這裡之前他覺得有一塊，覺得讓他臉變比較大，他打了消脂針，結果就出現了一些本來沒有的條紋。這個也是一樣，你可以看到凹凹凸凸的非常的多。那這個做完了之後，你會發現這些紋路都不是本來該有的紋路。如果你今天打消脂針，你的臉原本的这個緊緻度是 OK 的，你可以打一些消脂針去消。如果你臉原本就有一些鬆弛跟下垂的狀況，你千萬不能打消脂針，因為打完你會垂得更厲害。很多人的臉，他覺得他臉變大，是因為他的臉下垂了，造成嘴邊肉。想說我這裡多一塊，我就把這個脂肪消掉，它就會平順。當然不是這個樣子。如果你今天還很年輕，或者是你本身的緊緻程度都還非常好，你的這些皮膚啊，你的這些筋膜就很像是一個有彈性的气球。你覺得這個今天气球太大了，好像脸太大了。我把气球放掉一些气，气球就縮小，就讓你臉變小，而且還是維持一個很漂亮的一個形狀。OK fine， 你可以打消脂針沒有問題。可是有很多人的狀況不是這樣，很多人他臉大，其實是因為他鬆了，他垂了，他掉下來了，就很像是一個塑膠袋。這個塑膠袋呢，它其實就是已經有點鬆鬆了，它裡面裝了一堆東西。我今天把裡面的東西拿掉一些，這個塑膠袋它就會縮小，就好像臉会變小。事實上不是這樣的，這個塑膠袋呢，它已經有點鬆了嘛。你把裡面的東西拿掉的時候，塑膠袋只會更重。臉大必須要評估你的臉緊緻程度夠不夠。如果緊緻程度不夠，你打消脂針的結果只會什麼？更鬆、更粗。除了這個之外，還有一種狀況就是你的臉這個大，如果問題不是淺層的脂肪，是深層的脂肪，那也是絕对不能打消脂針。第三個就是有些人說臉小，我們把臉拉緊了，把它提上去的臉會變小。臉當它比較緊緻的時候，你會發現它臉是變小的，因為當它垮下來的時候，你臉會變成 U 型臉。那這種狀況你可以打消脂針嗎？絕對不能打消脂針。這種狀況你可以打咬肌嗎？不能先打咬肌，你要先把它變緊以後，你再打咬肌。你要按照這樣對的順序，它才不會說我打了咬肌，反正它垮得更厲害。第一個，你可以看它變很多，這個不是修圖了，不是，它做了什麼？眼睛這個眼袋跟淚溝，當然我們有處理啊，它重點也是一樣，我們把它臉提上去。其實有很多人年輕的時候有點嬰兒肥，有點像你這個樣子，但是你會覺得臉很垮嗎？不會，他的臉是有嬰兒肥的，對吧？但是你不會覺得他臉大，你會覺得他的臉是挺的。比如說像胸部，如果他今天是挺的，你覺得他是好看；但是如果他是垮的，你就會覺得大而不大。一樣的意思。當他是垮的時候，你就會覺得他臉大不好看。但是你只是把它上提，你甚至沒有刻意去消掉它的這些脂肪，你都會覺得，他臉變小了，因為它是挺的。這裡順便講有很多的診所，它那個術前術後照片，你會發現很有趣他會刻意，比如說它那個法令紋的照片，術前就是笑的，術後就是不笑。因為術前笑的時候，法令紋看起來比較嚴重，術後不笑，法令紋看起來沒那麼嚴重。可是你看我們這裡看，這我岳母做完了，她反而術後，她笑着，她一樣沒有什麼法令紋，而且你可以看到她的臉看起來，我們沒有特別去消掉她的脂肪，但是你看起來就會覺得她臉看起来是變比較小的，因為她是變挺了。剛剛看的一些是有些有點年紀的人，我們在看，其實有很多人他年紀很輕，可是他就會覺得這兩坨
已經有點掉下來，這就是嬰兒肥掉下來。嬰兒肥是什麼問題？嬰兒肥其實指的就是深層的脂肪墊。深層脂肪在哪裡？深層脂肪就在我們的筋膜的下深面。浅层脂肪跟深层脂肪，關於這個概念，在我們其他影片裡有。如果各位觀眾有興趣，我們可以再去看一下其他影片，要講得更詳細。所以像這一種嬰兒肥掉下來的，它是深層脂肪墊的問題，你可以打消脂針嗎？不能，千萬不能打。消脂針只能打淺層的脂肪，為什麼？因為深層的脂肪墊那裡有神經，我刚剛說消脂針它可能會影響到顏面神經，所以它絕對不能打深層的脂肪。那這種狀況，我們用深層的拉提，像它就是做這個八字線深層的拉提，兩個同樣的笑容，你會發現一件事，他的臉它是變小的，它是變 V 的。所以如果臉要變小，我到底應該打肉毒，還是選擇消脂針，還是我要選擇拉提呢？很重要一件事，你要先弄清楚你的問題。打肉毒小臉是一個很常見的方法，但是你一定要注意你的先決條件，你有沒有鬆弛跟下垂？打消脂針你必須要評估你的臉緊緻程度夠不夠。每個東西都有它可以處理跟不能處理的問題，每個東西都有它特別注意的事項。有很多人他臉變小，他就需要綜合。什麼叫綜合？他需要有處理咬肌的問題，他需要處理鬆弛跟下垂的問題，但是請他按照順序。所以看完這集之後，你是不是知道原來最簡單的瘦小臉也是有學問在的？一定要先學會診斷，才不會浪費錢。因為沒效才是最貴，想做要找專業哦。如果你覺得我們影片對你有幫助，趕快把這個影片呢傳給你的朋友，也幫忙他們一下啊。如果你有什麼個人的問題，也可以加我們的 LINE、微信或是 WeChat 來線上詢問我們，我們會給你最專業的建議。今天節目都到這嘍，拜拜。看了我們今天的影片之後呢，對你是不是很有收穫？你要不要確認一下今天這個影片你到底吸收了多少？趕快來做以下這些題目哦。